我爹过去一直告诉我，说他深爱着我的母亲，只是我母亲生我是难产，早早便去了。现在看来，也许都是骗我的谎话吧。现在连母亲的遗体都不知所踪，还有我的师傅，我知道他有很大的秘密，但那毕竟是养我、育我的人。我不知道我去跟谢雪晨说他的这些秘密是对是错。还有穆玄灵，他若真的是跟我血脉相连，万一他真的是母亲的亲生血脉的话，那我到底是应该喜欢他呢，还是讨厌他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是不是跟你说的太多了？没有，有些事儿说出来就舒服了，而且只有说出来，你才能一件一件的去解决。解决到最后呢，你再回头去看，你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并且真相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。你就是你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爱你的人呢，不会因此离去。那些离去的，你就更没有必要在意了。总之呢，你就做最快乐的高修士就行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会安慰人的。朋友嘛，你有什么烦心事，以后尽管告诉我。朋友，你是我长这么大第3个说跟我是朋友的人。前2个呢？第一个是我的师妹崔婉婉，她在净化宫陪了我10年，但她其实是修仙阁的卧底，后来被发现，被师父给杀了。第二个就是穆玄灵了，昨天跟我说将我当做好友，但原来也是假的。第3个就是你。我保证，我肯定是真的，真朋友。我相信，真朋友。尊上，何事？圣女和谢雪晨一行人已从明月山庄到镜花宫了。看来他们是发现了什么。玉阙宫城，人俏一曲，正是和旧人重逢的好时候。这些年的新仇旧恨，也该好好清算一下了。
师傅，不知素公主考虑的如何了？我身旁这株花名为相见欢，以血为食，但若摄入的鲜血为血缘至亲，花瓣则会转为黑色。无论今日结果如何，都只有我们几人知晓，绝不能外传。如若你们同意，就立下心誓；否则，就当我从未提过。我同意。我不同意。谢城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素公主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相见欢，这是囚凤萼，滴入鲜血便会与他订立血契，被他操控心神，成为他的奴隶。虽然两者很相似，但一为花草，一为异兽，气是不同的。素公主不会不知道吧？师傅，谢城主，你勾结暗域妖女偷袭我镜花宫，休怪我惩奸除恶，手下无情了。竟敢直接对你出手，他究竟想隐瞒些什么呀？素公主，你这个阵法困不住我，你若强行为之，必会伤及镜花宫。你确定你要为了一己之私，令镜花宫蒙受损失？这便是你一宫之主的担当？我大义除魔，何来一己之私？结阵！师傅，苏公主疯了，竟然敢对谢城主下手！那现在怎么办嘛？阿宝，你待在这里，千万不要出去，我去帮忙。南旭，立刻将浮云空舟驶入星辰谷上空，挡住阳光。挡住阳光？这苏宁真实力不济，需引天地之力才能对付谢雪晨。这金龙就是以日光为源，日光不息，金龙不灭，日照越强，金龙越强。难怪他约了这个学生揭秘，原来是早存了埋伏之心。师傅，如果谢雪晨在镜花宫内出了事，你怎么跟仙盟交代啊？为何要交代？只要得到想得到的就够了。师傅，你的目标难道是穆玄灵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师傅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告诉我，师傅！拦住他！是。师傅，放开我！师玉阙天破！谢雪晨，
师傅，公主，桑琪，谢城主，玉阙宫的滋味如何？你怎么可能会玉阙宫？当然是因为有灵儿的帮助。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不是同路人，我跟师傅才是。灵儿，苏宁熙的尸身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，你还想如何？他凭什么就这样死了？死了，我也要将他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休想！当年在风歇亭围攻我的，有你们吧？20年了，你们净化宫还是如此令人生厌。桑琪，救命！蠢货！师傅，苏宁真，你可以不管净化宫，不在乎自己的死活，但这个人，你一手将他带大，对他寄予厚望，甚至将一身修为相传。想要他活，就告诉我苏宁熙在哪儿。她是宁熙的女儿，是宁熙的血脉，你真的要杀她吗？你这个蠢妇！他背叛了我，和高风雪生下的孽种，你居然让我手下留情。不过，你倒是提醒了我，今天我就先断他一臂，以报当日一箭之仇。宁熙没有背叛你，当日伤你的是我，不是宁熙。阿珍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答应了桑琪，和他一起去隐居。可你也答应过我，永远不跟我分开的。你如今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灵族，
难道就要抛弃从小相依为命的亲妹妹吗？阿珍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再需要姐姐保护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反而是你在保护姐姐了。我拼命练功，只是不想拖你的后腿，不想像小时候一样，让你因为保护我而受伤。如果我变强大，你就要离开，那我宁愿一直做个废物。姐姐，你叛出镜花宫，师父是不会放过你和桑琪的，高凤虚也会派人追杀你们。姐姐，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阿珍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遇见那个真正走进你生命的人。我不要！素宁熙竟敢勾结灵族，如此自贱自贬，简直丢尽了镜花宫的脸！师父，一定是那个灵族用妖法蛊惑了姐姐，才使她迷了心窍。师父千万不要怪罪姐姐。你做得很好。他们约了何时何地离开？明日寅时7刻，风歇亭。你将这瓶捕灵花汁涂抹于镜夹处，假扮成宁熙，诱杀桑琪。捕灵花的香气能够迷惑人的意识，它会使人看到自己内心最想看到的。宁熙，即便是法相修为，你来了就好了，也无法抵御它的迷惑。是我假扮成宁熙的样子，偷了他的春生剑，砍了你的手臂。困兽法阵！困兽法阵已成，莫要在这个灵族多算纠缠。是，宁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令我感到恶心。所以之前的一切，你都是在骗我，从头到尾都是圈套。我身为镜花宫少公主，怎会看上你这卑劣灵族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不过是为了活命。谁知你竟当真了，那便索性将计就计。哼，诛杀苍狼族与你！哼！不是宁熙，师父，可他终究还是嫁给了高凤虚，生下这个孽种。没有，她没有嫁给高凤虚。宁熙死了，她在出嫁前就死了。宁熙，桑琪已经死了，你还是识相一些，乖乖嫁入明月山庄吧。他没有死，你们砍断了他的手臂，却让他逃走了，是不是？桑琪在风歇亭被我和5大长老围攻，你觉得他还能活命吗？我知道
你能让死人复活，为防后患，我已将桑琪的尸体挫骨扬灰，只带回这截手臂与你作证。宁熙，只要你听话，之前的错误我都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你别怪师父无情。师父，姐姐只是一时想不开，我会劝她的。阿珍，是你扮成我的样子，骗了他是不是？姐姐，我是真的为你好。够了，苏宁熙，7日之后，明月山庄的人就会来镜花宫迎亲。到时你若不上花轿，我自会有办法让你屈服。姐姐，你就要出嫁了，怎么还帮我梳头？以后，姐姐就不能陪着你了，也没有机会和你好好说说话了。你记得收敛些脾气，不要太过冲动，免得吃了亏。练功之时，切忌贪功冒进，过犹不及。若是走火入魔，再没有姐姐帮你了。之前想走，却一直舍不下你。我和桑琪说了，等找到落脚之处，若你愿意，便接你过去；若你不愿意，这镜花宫也是你的安身之处。你勤勉要强，又十分听话，资质在弟子之中最为出众。有朝一日，师父定会将公主之位传给你的。我答应过永远陪着你，如今我却要食言了。今后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弟子敬你、爱你，你也会遇见那个与你相知相许的人。而桑琪，他却只有我一个，我不忍骗他，更不愿弃他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快来人！别喊人！姐姐， 3日前，我就服下芳菲钧了。我这副身体想要求死，也是很难的。答应我最后一件事，将我和桑琪葬在一起。若有来世，我再还他一杯。姐姐，姐姐，我错了，桑琪他没有死，他逃走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他的体质生机无限，想要自尽太难了，唯有芳菲钧，天下之毒之物，让他的心脏生受了3日凌迟才能死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不要！你醒了，师父。这是哪儿？师父，姐姐呢？苏宁熙已经死了。原来那不是梦，姐姐真的死了。明日拜堂，仙盟各派都会来观礼。你扮作宁熙，与高凤许成亲。可是姐姐已经死了，那又如何？要是让人知道苏宁熙勾结灵祖，永生不灭的原因是你居然已经死了，以后镜花宫还怎么在仙盟立足？
宁真，听话，事关锦花宫与明月山庄的脸面，不能让别人看出破绽。宁熙已经死了，我们还得活着。我做不到，师父，我要见姐姐。你拜完堂，我就让你见她，否则你这辈子都见不到。我竟不知他所遭受的一切。我一直以为他背叛了我，伤害了我，我竟然恨了他一辈子。所以，高秋明是素宁真的女儿，当年嫁给高凤许的是素宁真。师父，我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倒宁愿秋明是我的孩子，高凤许非要娶宁熙为妻，无非是看中了她的元婴玄女之体。玄女神窍，乃灵力之源；玄女包宫，乃生机之本。她生有千年之寿，死后生机不全。高凤许跟妙华便连她的遗体都不肯放过。高凤许将自己的血与混沌珠一同放入宁熙的体内，用她体内的生机加以温养。他想让混沌珠认他为主，但万万没想到，混沌珠并没有认他为主，而是在宁熙的体内凝出了一个胎儿，就如同怀胎一样。宁熙的肚子一日日隆起，直到10月孕期，他们剖开了宁熙的肚子。秋明出生的同时，混沌珠就消失了。高凤许与秋明验过血脉，证实两人血脉相连，所以推测是混沌珠与他的精血相融，化形成人。他欣喜若狂，对外宣称宁熙难产而死，并造了假珠，最后妙华将其藏于珠塔。师父，那我是混沌珠吗？昨日之前我也一直是这么以为的，但直到昨日我才发现，我们都被蒙蔽了。混沌珠并未与高凤许的精血相融，她也不是消失，而是逃走了。那阵刺眼的花光，并不是秋明降生的异象，而是混沌珠降世。他借着那阵光逃走了，而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化成了秋明。穆玄灵才是真正的混沌珠，他与秋明都是宁熙的身体孕育而出，所以血脉相连。秋明也说过，穆玄灵幼时脸上长着妖纹，那妖纹与混沌珠的圣纹是一模一样。所以，
那不是妖魂，我才是混沌珠。如此说来，一切变通了。穆玄灵没有灵枪和灵丹，所谓的妖纹，是混沌珠带来的印记，妖气也只是混沌珠的气息。这世间无人知晓混沌珠本来的气息如何，先入为主，误以为他是灵宗。这些年，我也在秋明的身上寻找过宁熙的生机，却始终没有找到。原来是我找错了人。穆玄灵才是真正的混沌珠，他吸收了宁熙的生机，也许抓住他就能复活宁熙。桑琪，我知道你也想让宁熙活着，抓住他，这是唯一的希望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怎么样？师父，师父，你真的要对我动手吗？灵儿，10年前在明月山庄，我之所以会注意到你，是因为我在你的身上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宁熙的气息。但你不像他，我在你身上看到的，反倒是我自己。若我和宁熙有一个孩子的话，应该也如你这般吧。所以，即便我明知你对我心存敌意，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伤害你。过来。桑琪，你并非无情无义之人，否则苏宁熙不会倾心于你，牺牲穆玄灵也不可能救回苏宁熙。你当真要这么做？如果有这个希望呢？我不想，也不能放弃救活苏宁熙。这个希望在灵儿身上，在混沌珠身上。灵儿，你过来，我不会伤害你的性命。奇迹的发生，必以同等代价交换。要想让死去20年的人复活，谈何容易？逆天而行，必遭反噬。今天，我绝不会让你伤他一分一毫。任何人休想阻我！你入魔了，那又如何？魔，怎及人心可怖？谢雪晨，如今我神窍已开，怀有玉阙灵力和暗域魔气，你以肉体凡胎，安能阻我？少说废话，一试便知。
灵儿，杀了谢雪晨，杀了他！灵儿，杀了他！傅玄灵，在雍雪城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今夜，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傅玄灵，等我。灵儿，南徐，快带他去安全的地方。灵儿！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坠落风尘的红莲，一剑划破日月。君天剑道，原来如此。血竹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，离过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兴天下的炽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下，燃尽这一雪花的蝶。桑琪，你可知今天从何而来？今天
是鸿蒙初分时留下的一道杀气，一道开天辟地、碎裂乾坤的毁灭之气。若非生死一线，我一物不图君天至高剑道，你只看到了它带来的毁灭，却看不到这一剑之后的生机。血中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最强的剑气，不是无情，而是有情。我娘房间下面居然藏了一条这么深的密道，我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。看来高凤许对你这个当女儿的也藏了不少秘密啊。这张石床上布满了聚灵阵，唯一的用处是吸纳天地间的灵气，供修者取用。所以，我爹是把我娘关在这儿，为了让她温养混沌珠。我想，也许真相比这更残忍。什么真相？嘟嘟嘟嘟嘟嘟，我是只小巴鼠。一个小孩只是一个没有锁灵环的肮脏灵奴。快带走，我们还要完成公主布下的任务。尽快准备好剑阵，将这里彻底摧毁。这里没有窗户，照不进阳光，也听不到外界的声音，更没有一丝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。只有这张布满了聚灵阵的石床，这个大小，甚至不允许有人稍稍移动。所以这里不是用来关押活人的，而是用来安放死人的。高修士，我没事，你继续说。元婴玄女之体，内蕴无限生机，无人知道在她死后，这生机是否就会消散。你父亲在你母亲去世之后，依然常常来到这里。我想，他是在用你母亲的尸身，继续温养混沌珠，而聚灵阵是用来维持他体内的生机，不会断绝。高修士，你放开我！你走开！放开我！你别杀我！求你了！求你了！过来！啊！别杀我！求你了！求你了！啊！
爹，是你救了我吗？弟弟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快出来见我好不好？爹，爹爹，我想见你。爹爹，爹爹，真的不要阿宝和娘亲了吗？爹，爹爹。高庄主也曾是仙盟盟主，他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吗？我听高修士说，妙华尊者被苏公主囚禁折磨多年时，就觉得很奇怪。若妙华尊者只是将苏宁熙嫁给高庄主，逼她温养混沌珠，苏公主为何恨她至此？我要去我娘的墓地。师父说我娘和我爹葬在一起，我必须亲眼看看她究竟有没有葬在那儿。若是净华宫还手握混沌珠的话，那无论如何，真相都不应该被掩埋。为了混沌珠而肆意为恶者，都该得到应有的下场。法阵即将成型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别管他了，对，抓紧时间回到这里。怎么回事啊？快走，这里要塌了。走，小心！做了坏事还不赶紧走，等着在这被人报复啊？你休想活着离开！我可没时间在这被你们耗。你没有被灵犀控制。要杀你实在困难，本想借此机会逃跑，没想到被这两个烦人的家伙绊住。那为何你一开始要与我同行？为了找回混沌珠啊！我一直都是这么告诉你的。混沌珠还没找到，你为何不一直骗下去？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线索，接下来的事儿自由我和师父去办。至于你，还不如就死在这里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舍不得杀我，不是吗？穆玄灵，你想害死我们呀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阿宝呢？阿宝，阿宝，哥哥姐姐，阿宝，你脸上怎么流血了？受伤了？这不是我的血，是净化宫修士的。他们想要杀了我，是爹爹救了我。你爹爹？你见到他了？他不愿出来见我，又跑了。看来这小家伙的爹也不是个简单之人啊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被捆着？他是坏人，他当然被捆着了。可姐姐不是坏人啊！姐姐，你不是坏人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阿宝，姐姐不是坏人，你救救姐姐好不好？穆姑娘，无论你想如何，别欺骗利用一个孩子。净化宫修士已死，已经无法回去复命。苏公主很快就会裁衣，事不宜迟，先去墓地。那他呢？我会看好的。关中果然无人。天色已晚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客栈休息一晚。谢城主似乎低估了你玉阙宫的力量。今日收获颇丰，我要回去复命了。你看吧，他就是个坏人。让开！
我不会再让你回到桑琪身边。穆玄灵，你可以有新的路走。谢雪晨，你别再自欺欺人。我和师父是一样的，我与你才不是一路人。你爱你的人族众生，而我是个灵族，这世间之人从未善待过我，而我也从未爱过这众生。和你，自始至终，我都是在骗你。我曾见过你的本心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你真的这么舍不得我？那不如这样吧，你跟我一起回暗域，以你的心智实力，干掉桑琪，成为新的暗域之主，并非难事。这样既无了桑琪之忧，你跟我也能成为同路人。谢城主以为如何呀？你不该再过那样的日子。真是固执。你跑不了的，放弃吧。要你管我！别过来！姐姐，你流血了。阿宝，谢城主。这上面的血是你的。血亲的血才能启动血剑，这上面是穆姑娘的血，却是高修氏的所见。你们是血亲，你们竟然是姐妹？怎么可能？谁跟她是姐妹？那穆姑娘，你还走吗？走什么走？没搞清楚，谁也别走！你来，来就来，我就不信有这么荒唐的事，谁怕谁呀？看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，太荒唐了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是灵族，他是人族，怎么可能是血亲呢？那会不会是同母异父啊？你别乱说话！我娘亲要是生了2个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其他人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唯一的解释就是傅兰生，你这血剑不靠谱，一定是不靠谱。你们可以说我不靠谱，但不能说我家法器不行啊！碧霄宫就是以金岩法器起家，传承1000年，怎么可能出错呢？我试给你们看。这是什么？小孩子别看。干嘛？我都没看清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啊！你放开我！啊！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今日之事还请各位不要外传，给家父留些脸面。眼下只能去净化宫向苏公主问清一切了。
他们已经去过明月山庄的坟冢了。苏宁溪的关中是空的。下一步他们就要去镜花宫了。谢雪神再聪明，应该也想不到，你离开了两界山，竟会来我这里。这不就是阁主的意思吗？平日的药，每月初1便会送达，本月已至初8，还不见药的踪影。阁主不就是想逼我亲自来一趟吗？这旁人都说男庄主如春风暖玉，怎么到了我这儿，说话便带着刺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。想当年，你被继母手足所害，被邪修囚辱折磨，屠刀之下，可是我救了你一命。有时候想想，你倒不如不救。但活下来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并未逼你。世间万年，总共就出了2个天生识窍之人。谢雪尘过的潇洒恣意，怎么你就落得如此地步？你生息1段9分，剩余1分，也不过苟延残喘。我给你选择，想死，便拿着剑了断；想活，便服下这药。不过这药有个坏处，一旦服下，便需每月续用，如此方能保全生机。若是停用，不出1年，便会燃尽寿元，加倍痛苦而亡。若只为报仇，你死了，我照样可以帮你报。你可想好了？灵族今天来屠庄，你事先知道吗？什么？你是不是还恨我和星野？所以你就任由灵族他们来屠庄？薛氏和弟弟恨我，所以他们与人合谋毁我神窍，
您待弟子镇压灵族，所以引灵族来涂庄复仇。这是我的命数，也是您的命数，我们运秀山庄的命数。父亲，您是要为了一个已死的废子，毁掉一个活着的宗师，对吗？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这云秀山庄的庄主。啊！你该报的仇报了，想见的人也见了。南庄主，我要的混沌珠又在哪里啊？当年我承诺阁主，为你做3件事以还恩。阁主所提的第1件事，在运秀山庄设杀阵，拖延谢雪晨回城；第2件，破解雍雪城双向结界，放赤影入城。这第3件，虚设9方御龙阵，为灵族留下入城通道。3件事，我皆有达成。至于阁主没有得到混沌珠，那是阁主的失策，与我无关。可南庄主一边帮助修仙阁，一边又助谢雪晨对付修仙阁，这让我很为难。阁主为难是阁主的事情，我不是阁主的手下，自不必听命于你。哦，至于阁主要以药相逼，其实这药你给与不给，于我而言都一样。南庄主名震天下，我岂敢相信？只是我有一事不明，南庄主等候多年，终与故人重逢，当真可以放下？当真不想据他为己有？可要我替你杀了谢雪晨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阁主没有关系。我早说过，我不过问你与暗月合作的事，而你也不可以插手我的事情。南庄主不必动气，你所言我明白了。接下来的事就不劳烦南庄主费心了。每月的药我会按时送上，以慰曾经的盟友之情。有一事，我倒是十分好奇。这10余年前，10余年后，阁主的容貌没有丝毫的变化。阁主手上亦有凤隐草、幻影丹之类的千年古物。敢问阁主，年岁几何？我的年纪，从很久之前，我就已经不再计算了，因为早已没了意义。活得久，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
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痛，太痛。公主，仙盟地界都已经派人问询过，目前还没有找到秋明。你知道他的身份，哪怕是去暗域，便是死千百人，也要给我把他找回来。是。姐姐，我恐怕时日无多了。若是地下相见，你会怪我吗？哎呀，这世道啊，人如猪狗。早知道养这么大要为人所食，那还生他们做什么呀？不错。姐姐。姐姐，我好累，跑不动了。那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姐姐去帮你找吃的。嗯。给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不过是能感受到他的生命，试了试便做到了。太好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挨饿了。他们不知道姐姐有这样的本领，一心只想吃了我们，真是太愚蠢了。嘘，此事如果被别人知道，我只会死得更惨。公主，就是这片树林里有一处灵气极为浓郁，恐是有什么奇人在此。姐姐，我好害怕。你想干嘛？元阴玄女之体，传说竟是真的。世间竟有如此神人转世。好孩子，你多大了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西，今年8岁。阿西，我是镜花宫公主，你愿意跟我回镜花宫吗？我会收你为弟子，教你修道和法术，你可以衣食无忧，甚至长生不老，飞天遁地。我要和我妹妹阿珍在一起。姐姐，我害怕。姐姐会一直保护你的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我没有保护好秋明。你走后这么多年，我什么都没做好。你们跟我一起去暗域搜寻少公主。长老，真的要去暗域吗？那可是桑琪的地盘。长老，是少公主，她回来了。少公主，少公主，公主，秋明回来了。师傅，你的头发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谢城主，你竟从暗域出来了。托公主的福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谢城主此次来可有何要事？是暗域发生了变故？此事或许与桑琪有关，还请苏公主屏退无关之人。请问苏公主，你的姐姐苏宁熙有过几个孩子？谢城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世人皆知，
我姐姐嫁给高凤雪，10月怀胎生下一女，便与世长辞了。我无意冒犯，只是从傅兰生那得到一件法器，意外验出高修氏与穆玄林有血缘关系。谢城主这话着实可笑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她们2个是姐妹了？我姐姐只有过1个孩子，便是秋民。她分娩之时，你可亲眼所见？自然亲眼所见。秋民出生时天生异象，满是华光流转，让人不能直视。不能直视，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亲眼看见。谢城主，你这是在辱我姐姐清白吗？我姐姐与桑琪是有过一段纠葛，但她跟桑琪绝不可能有孩子，因为我姐姐当时已经……师傅，您先不要生气，我们只是想要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并未想要辱母亲的名节。素公主，恕我直言，以高秋明的资质，着实配不上天生异象。就连谢城主和南庄主天生识窍，出生时也没有这种异象啊。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苏公主，想验证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难。你如果不相信我们的法器，大可用净化宫的方法再验一次便可。我知道你不想你姐姐的事情被人知道，所以才私下征求你的意见。你难道真的不想知道，你姐姐是否有另一个女儿？好，我明日给你们答复。但此事万万不可让其他人知晓。好。素宁真竟然真的会答应验血，看来素宁熙分娩之时，应该真的发生了什么奇怪之事，让她也产生了怀疑吧。此事明日就会有结果的，你无需过多思虑。思虑？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早就习惯一个人，也从没有想过要寻亲，只不过和高秋明扯上关系，我心里不爽罢了。最好验出来我和素宁熙毫无关系，这样我来日杀了高秋明之时，也不必心存顾忌。你若当真对亲情没有任何期待，若不想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又怎会放着任务不做，冒险来这最恨灵族的净化宫呢？这不是仗着有你护着吗？嘴硬。你管我？血缘？为什么会有血缘关系？为什么？师傅，您到底在找什么呀？要不我帮您一起找吧。难道他才是？当日在雍雪城，穆玄灵曾说过他是明月山庄的灵奴，是不是？还说过高凤雪死前要杀他，是不是？都说他是灵族，可有人见过他的真身？他说他灵窍破损，没有灵丹，所以画不出真身来。那你们凭何断定他就是灵族？他小的时候脸上长了妖纹，就像符文一样，金色的纹路，人族脸上是不可能长出来的。什么样的妖纹？画下来，画下来给我看。
原来如此，那道光竟是这样。错了，我们都错了。师傅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。我已经睡了。午息之后我会进去。我说我睡了。5、4、3、2。何事啊？这里是杏花宫，地姐，怕你又惹事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看着你。如今你已神志不清，我还是看着你比较好。我在房间里好好待着，你半夜闯人房门，咱俩之间谁更像神志不清啊？当然是你。你还讲不讲道理啊？我跟你讲过很多道理，有用吗？怎么没用呢？你讲的那些道理真的很洗涤心灵，让我发自内心想当一个好人。当一个好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别说假话。好吧，可能我当好人的心呢，还没有那么诚恳。那你呢？深更半夜非要来我屋坐着，岂配为正人君子啊？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我也可以心狠手辣的。你要是不想被我打晕的话，就老实待着。谢雪晨，你明知道我不是一个好人，为什么还非要喜欢我呀？我现在不想告诉你。你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就待在我身边，哪儿也别去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儿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还会，但我会看着你，不让你有那样的机会。这个人像个和尚似的，怎么说起情话来却如此坚决，真是奇怪的很。到了明日，很多真相就会揭晓，无论是混沌珠苏宁熙，还是你的身世。所以今夜，你安分一点。师父今日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本是去查混沌珠的，为什么谜团越滚越大？若一切真相揭开，也不知是好是坏。高术士，
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在宫外等着吗？你是过来看我笑话的？当然不是。给你备了些点心。我是怕你因为最近的事情难过。我也不知道该从哪件事情开始难过。关于母亲，我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弄明白。她爱桑琪吗？还是爱我的父亲？她若是放弃心中所爱，嫁到了明月山庄，那她真的快乐过吗？她有期待过我的降生吗？我爹过去一直告诉我，说他深爱着我的母亲，只是我母亲生我是难产，早早便去了。现在看来，也许都是骗我的谎话吧。